赶快来关心 MAGA 的神话破灭了。现在呢，川普背书也照样吞败仗。今天要来关心到的是，包括了共和党现在内部集体对川普倒戈哦，限制他对中东动武，也阻挡各种的基金哦，支持率现在只剩下37%了。其中选举，川普会不会大败？欢迎观众朋友留言跟我们做分享。如果您认为会大败的，可以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还有希望，留言写下2，一起跟我们做更多的互动。现在这个时刻呢，被视为是川普最大的一个政治危机的时刻，因为我们要来看到川普一直非常的坚持，他要跟打下去这一场中东战事。但是呢，现在呢，恐怕会对于川普对伊朗动武的话，会有所要停止川普对伊朗动武了，因为呢，这个叫做战争权利的决议案，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最新的决议结果。美国众议院首次通过，以215票赞成、208票的反对票，确定过关了这个议程哦。原因竟然是有4名的共和党议员倒戈，投下了赞成票。那么结果出来之后，我们看到民主党就特别强调，这是国会啊履行宪法赋予的监督的一个责任。众议院的议长强森依然坚定的说，他支持川普，非常反对这一项决议。我们要来特别看到说，为什么刚刚我们讲了嘛，有4位的共和党员背刺川普。其实《纽约时报》这一次也做最新，在他的报道中做出了最新的评论。其实有4个原因。他说呢，川普的第2任期的行径越来越像美国的窃贼统帅，而非3军统帅。纽约时报点出了4大核心来批评川普，也就是造成这个共和党员背刺川普的原因。他特别提到了说，在一个国家处于战争的时候，照理说总司令应该要赋予最高的任务，维持国家团结，但是川普没有做出任何努力，甚至也都不去争取民主党人对于战争的支持。纽约时报的第2点特别提到说，一方面川普要求美军承担战争风险跟牺牲，但是另外一方面却被指出试图动用国家的国库资源，让自身、家族还有政治盟友们一起来受益。第3件事情，纽时特别点出，这些盟友甚至可能包含了2021年1月份冲击国会大厦的这些暴徒，在川普使用纳税人的钱设立了17.7亿美元的小金库之下，现在他们还可以拿到补偿金啊！这些原因是导致共和党员倒戈的一个重要原因，任谁也都无法接受。所以节目一开始要来特别请教上次哥如何看共和党人员倒戈的原因。首先结论就是说，共和党为什么倒戈？那我们倒戈会不会对于川普来说会有跛脚的情形？大家在台湾谈最多的就是跛脚啊。那当然，我们首先看川普现在面对的这个国内国外的环境，还是3大的。第一个部分当然内部通货膨胀，那么通货膨胀主要原因还是包括现在外部的这个中东战争哈，一直都没有办法解决，而且这里头就牵涉到还有一个东西，其实有关于他自己关税啊各方面，在他这点行政权力当中，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执政的行政权力受到了阻碍，受到了这个参众议院的这个阻碍，所以是不是跛脚啊？我们通常来看他的部分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首先第一个部分就是确实是看一个总统有没有跛脚，主要看他的民调。刚刚前面讲他的民调已经跌破37%，基本上如果你跌破50%的话，在美国过去的经验的话，很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众议院的选举。我们知道众议院跟众议员，美国众议院当中是更接地气的哈，跟地方上当中很紧密，也就民生的部分是什么样，他讨厌你喜欢你，在这个政党上是众议员是非常非常直接冲撞的。所以除了民调之外，我们看第2个，其实就是牵涉到整个国会议员，特别是共和党同党议员到底支不支持。那么这次美国众议院在历经前3次被推翻不成立，这次竟然能够通过对于这个伊朗动用武力的这个最关键的权力的限制，而且这里头有4位共和党，主要是谁呢？其实大家知道共和党当中是哪些人现在开始在反川普，或者不见得跟川普站在同阵线，是这样子。大家注意哦，现在在整个所谓的其中选举的初选，共和党的初选要选谁，川普还是有生杀大权哦。可是唯独有一些人，唯独有一些就是他要卸任了，唯独有一些他们也是老神杠，在众议院很久了，他们不需要经历共和党内部的初选。现在这些共和党员看不爽川普，而且民间压力这么大，他们成立的一个 YOLO 叫做优乐的联盟，就共和党当中的众议员
这任现在基本上跟川普就是反着干了，因为他们以初选也不会被你川普卡，他们可能后面选完这一任之后，他就要卸任了，所以他们其实态度很坚毅。这4位共和党议员就是这个，不是说反川普，他们就不受川普威胁的。所以第3个，我们再看是不是川普会跛脚，主要就看现在期中选举募款的状况。现在共和党募款遥遥领先共和党哦。你看川普不是很有募款魅力吗？没想到现在民主党的募款是共和党的2倍多，在期中选举上。而且我们看现在期中选举在前期的选举当中，乔治亚虽然没有说还是共和党赢了，可是过去乔治亚遥遥领先都是30几%、40几%，这一次竟然只赢了12%而已，所以真的萎缩了哦。那大家关注的川普所在佛罗里达州跟威斯康星州，那这次更是变天，被民主党拿走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赌盘哦，现在赌盘当中认为这是期中选举民主党会赢的，竟然高达80%。到目前为止，当然后面可能会有很多变动，但从这些种种迹象可以看得出来，现在还不能说川普正式的跛脚，因为权力还在他手上。但是如果期中选举众议院后面被民主党现在更大可能拿回去，眼前我们看到这一次众议院竟然通过了这个限制川普的法案当中，应该就是一叶知秋了。好，所以其实期中选举在年底嘛，还有一段时间，但是以目前的状况看起来的话，共和党还有川普恐怕会跛脚啊，变得非常的严重。那如果说我们先不看远期，我们先来看短期，现在共和党内部其实早就已经开始出问题了，尤其发生的地点就是在共和党自己党内的地方初选。原本呢，其实按照过去的惯例如果说川普去支持一位候选人的话，这位候选人都蛮有机会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一场在爱荷华州的初选，川普公开背书的候选人，这一位是联邦众议员，叫做芬斯特拉，是在川普支持之下，还是落选了，输给了这一位农民兼企业家，叫做拉恩。所以现在说呢，3个危险讯号浮现：第一个，川普背书不是保证；第二个，基层农民对川普原本很支持的，是不是现在也跳票了？第3个 ，MAGA 的支持者出现松动。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嘛，现在最新民调出炉，来自于路透社做的，川普的支持率跌破了37%的政治警戒线，是他两任总统的新低，不满意度飙升到63%，2/3的美国民众痛批这个国家走错路啦。聂老师怎么看？OK， 我先讲一下，现在谈的是 Iowa 这个州在这个美国的中北部那这个州呢，其实在早期21世纪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州算是摇摆州。可这几次的选举，大家已经看到共和党非常稳固了。好，那这个州呢，当然你如果问我它警讯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光代议士选举选出的这个参众议员，如果大家连那个川普都不相信，然后最后呢，甚至如果代议士还选输的话，我觉得他们其中选举不用选了。好，我先讲这一块。第二个呢，你先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然，美伊战争是一个重要的事情。美伊战争，甚至我都不要讲战争，现在因为从4月7号开始，应该叫美伊和谈了。现在他战争处理不了，连和谈都谈不下去，这么简单也不用打，连和谈都谈不了，还来一些零星战争。但是我还是一句话，我觉得川普已经保守多了。什么意思呢？他不敢再乱打大战事，或者什么要出什么地面部队都没有啦。因为他被1973年的战争权利法设限啊。你今天3军统帅，你是有权利在这个国家受到国安危机的时候出兵2个月，第3个月就是要收手是撤军啊。你很聪明啊，2月到了3月，的2月到了4月的时候，你开始呢不敢再打了，但是零星打，认为那是防御性的，他所有打都是防御性的攻击，你会发现，所以他没有战啊。可是看在国会的眼里非常清楚，包括共和党的朋友都知道，你就是一直还想打嘛，不是很奇怪吗？好，那这时候呢，他其实你知道他已经按耐很多了，以他的个性还想再打，因为他不能再打，说不好听就要经过国会同意，所以国会已经开始对他的这种随便出招已经不爽，而且你就不像3军统帅，你就在窃取我们决定的，所以你才会出现一个叫窃贼统帅的想法。好了，那我现在一个重点就是。现在呢怎么办呢？你今天背书了一个你认为最想要的属意的人，您刚刚的翻译很有意思啊，叫什么冯恩史特拉，对不对？这个就像特朗普和川普，你到底要怎么发的概念？当然你可以翻到有的地方翻冯斯楚，叫冯斯爽。
叫 Venstra，OK， 这个人呢是他属意的，可是你一开始就输了，而且输了一个比较名不见经传的一个众议员哦，是一个农民这个出身，他做点生意的这个人叫 Lan， 你知道吗？这个人选出来了，那表示人民已经不太依你川普的意向而走，甚至川普你背书的我们都不喜欢。那当然，刚刚分析到几个主要的原因非常重要，就是基层的这个人民普遍不满，因为你不管是美伊战的问题，或者中美贸易战的问题，其实你不该为我们拿到我们农民想要的东西，你到底拿到没有？一直都拿不到，还越拿越少。你还每次去谈，还谈没有成功，还算输，你知道吗？你这个不是一直要赢吗？所以他们已经不满，他支持者就已经没有办法那么完全的支持。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刚讲MAGA派刚才提出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是一个他还觉得不错，这样人民也很支持他，有一群疯狂支持他的 MAGA 群众哦。MAGA派当然强调就是保护主义嘛，不要去惹太多的事，就最少就反战嘛。可是你今天还去战争，而我最好笑是，你一开始想拿和平奖，诺贝尔和平奖拿不到呢，去成立一个和平委员会，现在又去打仗，到底而且你把国防部改成战争部，现在他们还告诉我你在外面使用，你还是要用国防部，所以你知道他忙了，所以你说 MAGA 怎么去支持他？所以他会越选越差。因此，我现在看到的就是说，今天如果今天是艾欧瓦在6月2号选完嘛，那已经他背书的没有选上，那就是一个警讯告诉你，川普已经不可被信任，国际不信任，美国人民都不信任你，农民不信任你。如果其他州也走上了一样的路程，我跟你讲，那大概川普年底不用选了。好，那厉将军又怎么看呢？川普原来刚当选的时候，他是美国总统后来变成共和党的总统，之后他又变成 MAGA 的总统。我看现在可能只是少部分支持者，所以他的支持率剩下是37%那我们就叫他说是37%的总统。从几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形？第一个，其实老百姓眼睛都是雪亮的啦。你总统做的所有事情都要经过老百姓的检验。这个第一个，以这次波湾战争发动来讲的话，我们很明显看出来，前方吃紧，后方在紧吃前面在打仗，结果川普利用战争在做他的商业经营。利用战争，我们都知道，这个从3月份开始打这场仗以后，我们经常就听到说是时间一到了，这个他就放出利多的消息，然后等到股票大家都买了以后，他又开始释放出来这个利空的消息这反复好几次的每次的操作，然后让他的这些朋友们都赚饱赚满。除此之外，第二个就是这个川普自己本身也在炒作股票前阵子传说他一天要炒作到50张的股票，但你炒作股票是没有关系。你如果说当总统，我当然可以买股票，可是你应该是委托代理人来替你买，而不是你自己要经营。可是我们看到，我举几个很明显的具体的这个买股票的这个过程，让各位可以知道，这都是美国媒体报道的，是在3月11号的时候，他公开的一个吹捧，有一家叫做这个医疗的供应商叫塞默兹菲士尔的他自己他吹捧完以后，大家才发现说，当天他就买了1.5万到5万的美金之后当天他又去看苹果也是吹捧苹果，结果当天我们发现他买了25万到50万的苹果的股票，甚至于说3月25号。他去买美光5万到10万，隔天他在这个福斯的节目中说这个美光是很火红的一张股票。你怎么可以当总统自己带头在这个炒作股票？所以老百姓看在眼里之所以除此之外，我们看到他更离谱的事情是，他借着说是国税局查他的账泄露他这个税务的机密资料，所以他自己去告他自己政府里面的国税局，要求国税局成立一个17亿美金的一个基金当做他小金库。那这个小金库干什么呢？去做一些补偿当时这个受政治迫害的人。那什么是他认定中的受政治迫害的人呢？就是那时候2021年的时候在冲击国会大厦的那些暴徒。那我们都认定他是暴徒嘛，结果你川普居然成立这笔基金，拿国家的钱去补贴这些暴徒。那我想说这种事情看在民主党的这种支持者眼中是的，甚至于共和党很多的党员也看不下去，所以这时候才会发现说，这个包括到共和党的议员也投下这个赞成票倒戈还有他自己所提名的爱荷华州的
这种州长候选人来讲的话，也不是按照他所提名的人来当选。所以从这种种以上看出来，我觉得川普真的是支持率只会越来越低而已。好，谢谢厉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